一个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有消息称，8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将飞越北极，抵达美国阿拉斯加，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这不仅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还是自2018年以来，俄美元首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面对面会谈。普京上一次访问美国是在2018年，当时他赴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的年度会议。此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普京再也没有踏上过美国领土。然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和平峰会，其背后却弥漫着浓重的鸿门宴意味，充满了战略算计与外交博弈。这场会晤的背景是特朗普此前设定的8月8日最后通牒，他威胁，若俄罗斯不在期限内与乌克兰停火，将对其实施毁灭性制裁。然而，8月8日已过，制裁并未如期而至，反而传来了两国元首即将会晤的消息。这一转变堪称外交史上的戏剧性一幕。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与普京的会晤被特朗普称为取得重大进展。随后，特朗普便与泽连斯基及欧洲盟友通电话，通报情况。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表明，美国正从单边施压转向多边协调，而选择在阿拉斯加这个距离俄罗斯最近的美国领土举行会晤，既是对俄罗斯的就近邀请，也暗含了美国的主场优势。这场会晤之所以被外界视为鸿门宴，意味深长之处有三：其一是美国的主场设局，尽管阿拉斯加是美国领土，但将其作为会晤地点，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外交姿态，它向世界传递出美国主导和平进程的信号。普京远道而来，从外交礼仪上便处于客随主便的地位。特朗普可以利用这一主场优势，在安保、议程设置、媒体宣传上占据主动。其二是分而治之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在会晤前明确表示，普京无需同意与泽连斯基会面，即可与他会晤。这一表态彻底打破了此前俄乌美三方会谈的构想，它意味着美国无意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平等地位，而是要与俄罗斯直接交易，换取俄罗斯的妥协。其三是俄罗斯的以退为进。对普京而言，接受邀请飞往阿拉斯加并非示弱，而是一次大胆的以退为进。他通过展现对话意愿，成功化解了美国的制裁威胁，并将自己置于一个和平缔造者的位置。同时，他巧妙地避开了与泽连斯基直接会晤的尴尬，避免了在乌克兰人面前认输的政治风险。乌沙科夫透露，会谈的重点是实现乌克兰长期和平的方案，这预示着双方将讨论的不仅是停火，更是战后秩序的安排。潜在的交易可能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获得某种形式的特殊地位或事实上的控制权，美国则可能在制裁、能源、高科技等领域给予俄罗斯一定的松绑。然而，这种交易的代价将由乌克兰承担。泽连斯基虽表示支持公正的和平，但他也强调，俄罗斯必须首先停止进攻，还要至少退出2022年2月24日之后占领的土地。一场没有乌克兰充分参与的和平协议，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普京飞往阿拉斯加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外交豪赌。对美国而言，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旨在以最小的代价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一次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迂回，旨在打破孤立，重塑大国地位。然而，这种由大国主导的交易式和平，根基还是脆弱的。它可能暂时平息战火，但无法根除冲突的根源。这场阿拉斯加会晤究竟是通向和平的桥梁，还是另一场更大冲突的前奏，仍有待时间检验。特朗普与普京将在中东见面。无论泽连斯基态度如何，俄乌战争都会有新的奇迹。普京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见特朗普，一边让金正恩加紧援助。战争结束与否，普京似乎都做好了准备。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到访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普京表示，俄罗斯有很多朋友愿意帮助组织美俄元首的会晤，其中一位朋友是阿联酋总统。我们会自行决定，但我想阿联酋将会是最合适的地点之一。阿联酋总统这次来俄罗斯就是为了美俄总统会晤这件事儿。特朗普给俄罗斯的10天停火期限到期前夕，
白宫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于本周三访问莫斯科，随后便传出了美国总统即将举行会晤的消息。白宫方面指出，是克里姆林宫主动提出了这一倡议，会晤最早可能于下周举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瑞士，包括之前承办3次俄乌谈判的土耳其，都是有可能的选项。但从目前来看，既然普京点名了阿联酋，加上特朗普出席阅兵式的相关传言，已经1个多月没有新的消息了，那么特普会应该就是海湾国家中选一个了。这些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一直不错，也是莫斯科规避制裁的长期合作伙伴。看起来阿联酋真的是很想办这场峰会，否则总统也不会亲自登门。沙特办了美俄高层会谈，土耳其办了3轮俄乌谈判，卡塔尔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地点。这次承办特普会怎么也得轮到阿联酋了。除了谈判地点，此次普京这次能否与泽连斯基见面，也是一个外界关注的点。特朗普一开始提出的是3边会晤的提议，即在举行特普会的基础上，让普京、泽连斯基和自己坐在一张谈判桌上。为此，在威特科夫结束访俄之行后，特朗普就给欧盟领导人和泽连斯基分别通了电话。欧盟和乌克兰对此也没有异议，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是想见普京的，特朗普也想这么安排，自己作为中间人出风头，但唯独普京不想见泽连斯基，因为想必届时的场面会很难看。所以在与阿联酋总统会晤后，普京明确表示，目前他不考虑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我已经多次表示，虽然我总体上对此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前提是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而从目前来看这些条件仍然遥不可及。什么条件呢？其实就是乌克兰同意割让乌东4地并全面撤军，承诺放弃加入北约，并答应俄罗斯的一系列条件。在普京看来，他必须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在泽连斯基面前，而后者只能以战败国的非法总统的身份在协议上乖乖签字。他不想给泽连斯基跟自己吵架的机会。而在普京明确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后，特朗普随后也接受了这一点。在接受白宫记者采访时，特朗普强调，泽普会而并非特普会的先决条件，他将与2人见面来阻止杀戮。至于特朗普和普京具体要谈什么，有一则消息值得注意。欧洲真理报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威特科夫访俄期间，他向普京转达了特朗普政府关于结束战争的新方案。该方案的关键条款包括一份停火协议，但不是全面的和平条约。事实上，承认俄罗斯目前的领土扩张，但不正式承认使其合法化，备战乌克兰领土的地位讨论将推迟49年或99年。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制裁，并恢复双方之间的能源合作。其实今年4月的时候，美国曾向俄罗斯提出过一份类似的和平方案，包括正式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默许乌东4地的俄战区由莫斯科控制，解除大部分对俄制裁，支持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结果这份方案直接被普京否了。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很明确，乌东4地我全都要，否则我没办法向俄罗斯民众交代，宣布胜利。但问题在于，乌东4地给不给俄罗斯不是特朗普说了算的，特朗普也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一个主权国家交出还处于自己控制下的领土。总之对这场即将举行的特普会还是不要有太大的期待。普京这次愿意跟特朗普面对面谈，很大程度还是因为特朗普的最后通牒给了不少压力，他必须亲自出马来帮前线俄军拖延时间。据说俄罗斯这边准备了一份空中停火的方案，不知道特朗普届时是否会吃这一套。除此之外，作为俄盟友的金将军也给普京准备了大礼。朝鲜准备好10万人马，随时可以给普京送上强援。对于俄罗斯这个盟友，金将军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乌军突袭库尔斯克1周年之际，库尔斯克州州长辛施泰因向媒体透露，朝鲜不仅在此前出兵帮俄罗斯打赢了库尔斯克战役，夺回了大片领土，还准备在灾后重建上给予俄罗斯帮助。辛施泰因宣称，朝鲜将派遣10万名扫雷专家和1000名军事建筑师帮助俄罗斯重建家园。辛施泰因所说的朝鲜派人帮助俄罗斯进行战后重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绍伊古不久前访问朝鲜时就明确过，朝鲜将会出动1000名工兵前往库尔斯克参与扫雷任务，并出动5000名军事工人在库尔斯克进行重建等工作。为了尽快清除此前交战区内的地雷与未爆炸弹，俄罗斯还从老挝那边获得了一支50人的扫雷分队。不过朝鲜具体的人员调配情况应该与辛施泰因的表态略有出入，毕竟扫雷是一个技术活，稍有不慎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够被称为扫雷专家，但整个朝鲜人民军中都未必有10万经受过专业扫雷训练的现役工兵人员。其实太英这次大概率是将朝鲜派往库尔斯克州的专业工兵与负责战后重建工作的工人算在了一起，得出来了这样一个大体上的数字。新式太英肯定也知道自己的说法不严谨，他仍旧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正在不断施压，试图逼迫俄罗斯立刻停火，普京政府需要通过类似的宣传行动向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是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新式太英这个州长现在不好做，俄两军正在紧邻库尔斯克的乌克兰苏梅州鏖战，乌军仍旧在炮击库尔斯克边境地区。之前因为战火离家的25万库尔斯克民众只有约70%返回了家乡。希尔太英需要通过强调外部支援到来，给予全州民众信心，尽快恢复库尔斯克的正常秩序。况且俄罗斯现在面临着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不仅俄军征兵越来越难，后方的企业招工也是困难重重，很多企业开出了远超战前的工资，都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俄罗斯无法抽调出10万人去库尔斯克进行重建等工作，而这种人力短缺必然会影响到库尔斯克完成战后重建的速度。从这个角度上看，寻求朝鲜的更多劳动力支持是俄罗斯目前唯一的选择。朝鲜愿意出人，就算是帮了俄罗斯一个大忙。而无论朝鲜具体是派了多少工兵、多少建筑工人，10万人的总体数字都说明了朝鲜也有意通过援俄行动达成自身的战略目标。简单来说，别看俄朝两国现在的关系好似是蜜里调油，但受限于朝鲜的实际发展情况，俄朝之间的合作是缺乏经济基础的。俄罗斯现在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更多的是出于军事与地缘战略目的。一旦未来俄乌战争结束，俄罗斯与韩国等国缓和关系，朝鲜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普京政府未必能够保持现在的对朝援助力度，帮助朝鲜缓解经济发展压力，同时发展军事工业。朝鲜需要通过更多的援俄行动，让普京政府欠自己更多的人情，以期巩固俄朝关系，降低未来俄朝关系发展放缓的可能性。况且这种规模的人力支援不可能是完全无偿的，俄罗斯应该会给朝鲜建筑工人和工兵开工资。按照韩国情报部门的说法俄罗斯给参加库尔斯克战役的朝军作战人员的待遇是每人每月最少2000美元，这笔钱一部分能够发到朝军人员手中，一部分会变成朝鲜政府的外汇收入。需要补充的是，大量使用朝鲜人力也有助于普京政府减少库尔斯克战后重建过程中出现贪腐问题的可能性。要知道，因为边境地带防御设施之中的贪腐问题，俄罗斯已经有多名州长及高官落马。原交通部长斯塔罗沃伊特也疑似畏罪自杀，直接以承包等模式将一些战后重建项目交给朝鲜，省去招标这一步，不仅有望节省开支，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要进行反贪监管的环节。总的来说，朝鲜的大规模人力支援确实为俄罗斯开辟了召开西方制裁、解决内部困境的特殊渠道，也强化了朝鲜作为俄罗斯盟友的地位。这种深度捆绑可能引发西方更强烈的反应，而且这种基于战争和各自困境的合作根基终究是不够牢固。一旦战事平息或俄罗斯战略重心转移，缺乏深厚经济纽带的俄朝关系仍旧面临考验。库尔斯克的砖瓦之下，记住的既是眼前的互动，也暗含着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